为了能够加快神丹丹效在他们体内快速分解，萧炎也毫不犹豫地催动大道神力注入众人的身体之内，以此来助力神丹能够在短时间内分解在大家的每一个细胞上。应龙神灵们站在一边，也都紧张地看着萧炎为大家治疗的画面，时间也滴答滴答地过去。那些微弱的生命气息开始有了些许的回升，神品丹药的药效在他们的体内蔓延开来，如同春日的暖阳，渐渐驱散了缠绕在他们生命力上的寒霜。萧炎注视着这一幕，脸上紧绷的神色渐渐缓和，至少现在大家的性命暂时得以保住。九品药神不愧是炼药界的传说存在，这么严重的伤势都可以将其快速的医治。萧炎兄弟的炼药术还真是连我等都羡慕。看着大家的脸色有所好转，大龙尊主紧绷的心情也稍有放心而下。在这段时间中，他们身为高阶神灵，但与这些下界的神奇接触后，发现在他们的身上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有情有义。这4个字虽然看似简单，但是在神界域可是很难做到的。可现在他们也有所不同了，在萧炎救下他们的那一刻，双龙尊主他们对下界的神奇有了刮目相看，更是也做出了在生死关头为救下大家时的那一种勇气。或许他们已经和大家之间形成了一种无形的情谊。虽说神灵不将人情，没有人性，只有神性，但在萧炎他们的影响下，即便拥有神性的神灵也有了一丝人性友情的一面，这对他们神灵来说不知道是好还是坏。萧炎见神丹起了效果，将自己的神力缓缓地收回。众人在萧炎和应龙神灵的庇护下苏醒，他们的身躯从麻木中摆脱，感受着体内流淌的暖流带来的生机。他们的眼皮如同千钧重物，缓缓地掀开，一道柔和的光芒在他们眼前跳跃，如同晨曦中摇曳的露珠。萧炎的身影在这柔和的光芒中显得异常高大，他的面庞带着淡淡的微笑，仿佛是黑夜中走出的温暖春风。应龙神灵们则在一旁，他们身上那若隐若现的应龙之灵在阳光下反射出耀眼的金光，散发出一种令人肃然起敬的庄严霸主气息。盘龙1151苏佑威以及2位神殿殿主等人缓缓起身，望着四周，只见这里是一片荒芜，死气沉沉的天地仿佛刚经历过一场浩劫一般，这里没有生命的痕迹，只有风化的石块和干涸的土壤。大家的眼中闪过一丝迷茫，记忆中的最后一幕是被一股强大的吸力吸入那个超高质量的大黑洞，那是一种无法抗拒的绝望感。我这是在哪？记得自己被那大黑洞吞噬，难道这是地狱吗？盘龙用力敲击自己的脑袋，试图驱散这迷茫。小龙尊主的声音打破了缠绕在他们心中的迷雾，他的语气中带着一丝轻松和欣慰。是萧炎兄弟救了你们。这句话如同一缕温暖的阳光，驱散了众人心中的阴霾。众人纷纷转头看向萧炎，目光中充满了感激。在这个充满未知和危险的世界里，是萧炎给了他们重生的希望。萧炎的微笑中透露出一种从容和坚定，他的目光一一扫过众人，轻声道：是大家的强大意识保留着最后一道生命气息，如果不是大家在生死边缘挣扎，即便我拥有高阶的神丹，也无法让你们起死回生。讲到这里，萧炎又想起来神农星，经过这一次的生死拉扯之后，他感觉到九品药神也并非无所不能，因为无法为死去的人做到起死回生，而真正可以做到起死回生，只有当萧炎踏上那神农星之路，去追求更高的炼药术，或许才能够做到起死回生。当然，这也不是那么简单就能够做到的事情，但萧炎绝对不会放弃那一丝的希望。众人的伤口在高阶神丹的力量作用下快速愈合，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丹香，然后他们的目光紧紧聚焦在萧炎身上，问道：萧炎兄弟，你和魔神被吸入大黑洞后还发生了什么事情？萧炎回想起当时的情景，目光在众人的脸上一一掠过，声音中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动。我与魔神被吸入那个超高质量的大黑洞后，四周是无尽的黑暗与虚空，一股如同炼狱般的毁灭能量将我们包围，要将我们吞噬。他的声音低沉而有力，每个字都似乎带着重若千钧的分量。众人听着萧炎的叙述，神情凝重，他们能感受到萧炎言语中的惊心动魄，因为他们也在大黑洞中面对过死亡的无助与绝望。那魔神呢？神罗殿殿主忍不住提问。萧炎的眼神变得深邃起来，仿佛当时的画面在他脑海中重现出来。魔神在那股毁灭力量的笼罩下，我看到了他的魔光消散，最终被吞噬在了大黑洞的深处，直至消失不见。他的声音平静，但其中蕴含的情感却如波涛般汹涌澎湃。但是那魔神似乎带着对我必杀的决心，对我施展出了魔神最恐怖的魔神印记，深深地烙印在了我的身上。听到这里，众人对萧炎的身体感到无比的担忧。那魔神印记可不是寻常的印记，传闻中的魔神印记那可是100%不能够被解除的存在。那萧炎兄弟，你岂不是……天罗殿殿主惊呼出声，他怎么也没有想到那魔神居然会对萧炎施展出如此恐怖的秘法。大家不用为我担心，我已经找到解除魔神印记的方法，但需要一些时间。萧炎的声音再次响起，宛如晨钟暮鼓，
振聋发聩。在听到萧炎说已经有办法解除魔神印记的烙印，众人瞬间褪去绝望，被惊奇的希望所取代，连魔神印记都能够解除。这萧炎究竟到底还留着什么底牌？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至于魔神，说到这里，萧炎的眼神深处流露出一抹不一样的精芒。我总有预感，那魔神或许并未真正的陨落，或许也已经从那大黑洞中逃脱。毕竟这一次灭神府的高层人物全体出动，想必在这神藏中存在着对他们极其重要的东西。而苏醒这最后一位魔神，恐怕也只是计划中的一步。经过我的推测，他们真正要做的就是集齐全部的魔神，似乎要准备唤醒一个极其恐怖的存在。萧炎的声音低沉，充满了不祥的预感。众人的心情如同被泼了一盆冷水，刚刚燃起的希望之火似乎又被无情地压抑下去。他们凝视着萧炎，试图从他那张坚毅的面庞上寻找答案，却也没有找到所谓的答案。集齐所有的魔神去唤醒一个更为恐怖的存在，灭神府那些魔物究竟要做什么？神罗殿殿主感到心中有一股不好的预感，一个魔神就已经是能够给万界带来毁灭性的灭顶之灾，而集齐所有的魔神去唤醒一个更为强大的恐怖存在。天古浩劫，万魔之祖，他们要唤醒被封印在神藏中的那个恶魔。在众人身后那遥远的虚空中，一声充满一股恐怖的呼唤划破了寂静，仿佛来自亘古的回响，携带着一股不朽的气息。随着声音的扩散，空气中似乎凝结了一层神秘的霜华，众人的心脏随之紧缩，一种庄严而又肃穆的气氛弥漫开来。紧接着，数道身影如同流星般划过天际，速度之快超乎想象。他们的出现就像是打破了时空的界限，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感受到了一种难以言喻的压迫感。当这些身影渐渐清晰，为首的一位是一位绝世美貌的中年女子，她的眼眸中闪烁的不死不灭的金芒，仿佛是不朽之火，永恒燃烧，给人有一种永垂不朽的神气，身上散发出不死不灭的不朽之气，让人不敢直视。其中一位身穿淡粉色衣衫的中年女子款款而行，她的白发随风飘逸，如同银河倾泻而下。她的五官仿佛时间雕琢的艺术品，细致到毫厘，岁月未曾在她的脸上留下任何的痕迹，精致无瑕，就连时间对她格外宽厚。她那妖娆的身姿宛如柳枝随风轻摆，既有柔弱之态，又不失威严的不朽之姿。她正是不朽神族现任的神族长不朽风兰。即便在千万年的时光洪流中，不朽风兰也如同一颗永不褪色的明珠，照耀着不朽神族的历史，执掌着不朽神族的命运。萧炎先行已经与不朽风兰神族长有过一面之缘，连忙走上前去，恭敬地行礼道：“见过不朽神族长前辈。”他的声音虽然平静，但其中透露出的敬畏之情，任谁都能感受到。那位美丽的中年女子微微一笑，她的笑容仿佛能够驱散一切阴霾。她轻声问道：“我记得你是叫萧炎是吧？”萧炎点了点头，内心却是波澜起伏。在众人的面前，这位不朽神族长散发着一种让人无法抗拒的无限魅力，那是源自于他身上所拥有的不朽之力与智慧。原来是不朽神族的风兰神族长，真是好久不见了。见到是不朽神族的神灵现身，应龙神族的双龙尊主倒是非常以客气的口吻招呼道。不朽风兰的视线从萧炎身上移开，看向正带着笑容的双龙尊主，语气柔和：“应龙神族的双龙尊主，谁会不知道你们的名讳？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现在的应龙神族可都在你们二位的执掌打理下，应龙神族的底蕴也逐日强大。”哪里，我们只不过是为神族长大人暂时打理应龙神族。双龙尊主的话语中带着一种期盼神族长大人回归的意味。在面对面见到了不朽神族的神灵后，两位神殿殿主以及神元宫等众人都感到一种来自他们身上的恐怖压迫。而且那位不朽风兰神族长的气息似乎比双龙尊主更加的强大很多，虽说只是一位新任神族长，可那股气势却比双龙尊主要高出许多许多，这就是神族长独有的权威。